九天玄女，中国神话与道教信仰的传说。九天玄女，她的名字在中国古代神话和宗教信仰中响彻千古。她是一位神秘的女神，被称为九天娘娘、九天玄女娘娘、娲皇、玄女等多个名称，是中国道教中女仙的代表之一。在中国传统文化中，九天玄女的传说和形象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，不仅反映了古代中国人对神秘力量和智慧的向往，还体现了中国文化对女性神奇的崇敬和尊重。本文将深入探讨九天玄女的来历与传说，以及她在中国文化中的历史地位。第一章，九天玄女的来历。九天玄女的名字中的九天意味着中阳以及8个方向，代表她在天地之间的独特地位。这一名称反映了她在古代中国宗教和神话中的特殊角色。她是一位女神，拥有神秘的力量和智慧，被认为是天地间唯一的神女。娲皇与女娲娘娘的联系。有一种说法认为九天玄女即为女娲娘娘，但这一说法尚待考证。女娲娘娘在中国神话中是一位非常重要的女性神祇，被认为是中国的创世女神。她创造了人类，修补了天空，并赋予了人们火的知识。如果九天玄女确实与女娲娘娘有联系，那么她的地位将更加崇高，代表着中国神话中创造和救赎的女性力量。九天玄女的起源。九天玄女最早的形象被描述为一个鸟身人头的怪物，即玄鸟。在古代中国文献中，玄鸟与商族的始祖有关，被视为商人的象征。这种玄鸟的信仰在古代中国文化中相当重要，尤其是在商族崇拜玄鸟图腾的传说中。玄鸟的形象后来被融入到九天玄女的传说中，成为它的一个重要元素。九天玄女的演变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九天玄女的形象逐渐人神化，摒弃了动物的特征，变成了一位半人半仙的女神。她的外表变得更加令人动容，被描绘为一位美丽的女性，通常骑着凤凰，驾着彩云，穿着9色彩翠华服。这个变化反映了九天玄女在信仰中的地位不断升华，成为一位更加崇高和神圣的存在。第二章，九天玄女的神话故事。九天玄女的神话故事在中国文化中广泛流传，她的形象和故事出现在许多古典文学作品中。以下是一些关于九天玄女的重要神话故事。九天玄女助皇帝战蚩尤。根据《云集七千》和《九天玄女传》的记载，九天玄女是皇帝的师傅，圣母元君的弟子。当皇帝与蚩尤交战时，玄女降临人间，为皇帝提供了兵符和剑，并制造魁牛骨，帮助皇帝击败了蚩尤。这个故事彰显了九天玄女的智慧和神秘力量，以及她对中国古代历史的影响。九天玄女的显灵。在《水浒传》中，九天玄女娘娘也有显灵的记载。她出现在宋江遭遇危险的时刻，不仅救了宋江的性命，还赐予他3卷天书，使他能够替天行道。这种神秘的援助使得九天玄女在中国文学作品中的地位更加凸显，并展现出她作为救助者的形象。九天玄女的道教形象。到了宋代的《云集七千》中，九天玄女娘娘彻底人神化，完全脱掉了动物痕迹。书中专门有一篇《九天玄女传》，写她骑的是凤凰，驾着彩云，穿的是9色彩翠华服，是一位专门扶持应命英雄，授以天书兵法的上界女仙玄女娘娘。这种形象表现了九天玄女在道教信仰中的重要性，她成为道教信仰的一部分，专门扶持和指导信徒。第三章，九天玄女的信仰。九天玄女的信仰在中国历史上有着悠久的传统，她被视为一位强大的女神，能够赐福赐子，保佑信徒平安和幸福。
以下是一些关于九天玄女信仰的重要方面。九天玄女的祭祀。九天玄女的祭典通常在9月9日举行，这一天被认为是她的神诞。在这一天，人们会前往玄女庙，献香烛，奉祀九天玄女，祈求她的庇佑和保佑。这种祭祀活动在中国的各个地方都有，并且受到善男信女的热烈参与。赐福赐子的功能。九天玄女的信仰中，她被认为是赐福赐子的女神，能够帮助婚姻和生育。许多夫妻在面临生育困难时会前往玄女庙祈求她的帮助。这种信仰反映了九天玄女在信徒心目中的亲切和温暖形象，她被视为一位能够解决人们实际生活问题的神祇。九天玄女的地位。尽管九天玄女的地位在道教信仰中非常重要，但她也在其他宗教和信仰中受到尊敬。她的传说和形象在中国文化中具有广泛的影响力，她被视为一位具有智慧和力量的女性神祇，备受崇敬。第4章，九天玄女的文学作品。九天玄女的神话故事和形象在中国古典文学作品中广泛出现，她的传说成为了文学作品的重要题材。以下是一些代表性的文学作品。大宋宣和遣释。这是一部宋元间编撰的文学作品，其中包含了关于九天玄女的故事。作品中描述了她的神奇力量和对皇帝的帮助，彰显了她在中国历史中的地位。三岁平妖传。这是一部明代的小说，其中九天玄女的形象得到了详细的描写。她在故事中帮助主人公对抗妖魔，展现了她作为救助者的形象。女仙外史和薛仁贵征东。这些清代的文学作品中也包含了九天玄女的故事元素，她的形象在其中得到了生动的描绘。结论：九天玄女作为中国古代神话和道教信仰中的女神，她的传说和形象在中国文化中占据着重要地位。她的起源与女娲娘娘和玄鸟的传说相关，她的故事讲述了她的神奇力量和智慧，以及她在中国历史中的影响。九天玄女的信仰包括祭祀、赐福赐子的功能，并且她的地位不仅在道教信仰中备受尊崇，在中国文学作品中也有着广泛的影响。她的形象代表住中国文化中女性神祇的崇敬和尊重，并且继续影响着现代中国社会和文化。喜欢我们的内容，请按赞、订阅、加分享。